这里就是日本东京最大最著名的贫民窟。有的人长期住在公园里，旁边安置流浪汉的旅店一天只要100，一开门就是床，每间房都是这样的小格子，住这儿的基本都是上年纪的老人。这还有通缉名单，悬赏300万。现在日本人躺平的挺多的，我都不结婚。又住进了最好的胶囊酒店，一晚上600块人民币。这是我的房间，超级宽半米。很科幻感的棺材。我们现在在这儿地铁站南千住，看看这边怎么个事儿。东京今天有34度，真的热的不行了已经。东京现在真太热了，哇，这么热天穿这么多。这里有一个牌子叫泪桥，是在这个十字路口。之前呢，这边两侧有风月场所，也有犯人行刑的地方。刑场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卖女儿还是送亲人去行刑，都会在这里类别，这里就叫泪桥。那这里为什么叫贫民窟呢？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流浪汉和失业人员，这是给流浪汉提供生活保障的地方。越往里走，生活垃圾也变多了。听说之前这里治安不好，以前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会住在这里，现在因为市容维护被驱逐了，这里大门也锁上了。还可以看到很多草丛里面遗留着的被子。这边有说不可以乱投东西，旁边就是垃圾。嚯，这味道够大呀！应该有人随地大小便。禁止小便。他们虽然被驱逐走了，但还是有人回来。我们发现这个公园有个很小的入口，进去后看见这里周边有很多警告，不允许流浪汉住在这里，但还是有些人不愿意离开，躲在了公园里面，住在了厕所旁边。能住一天是一天。泪桥就像见证了古往今来的轮回，从前送别的人在这抹泪，现在无依无靠者在这落脚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。这是他们在这里住的帐篷。这些人应该是长期的居住在这个公园里了。它这旁边有公厕，但是公厕特别小，里面大概就1个坑位吧。2战后，东京大部分住宅被摧毁，重建急需劳动力，大量劳工过来盖房子，但当时没人给他们交社会保险。修建结束后，大多数人成为了无业游民，聚集在这里。他们曾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，最后却成为了时代发展下沉默的注脚。他们后面就失业了，就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了，这个片区就会变得很混乱嘛，对，什么打砸抢啊，就都会发生。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觉得这里还挺安静。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老了，然后这边老龄化比较严重，年轻的还没有迭代过来。这里有很多人，他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，然后就住在帐篷里面，领着救济金。手里有一点钱的流浪汉则会选择住到旁边有政府补助的旅店里。这边有一条街都是旅馆，放眼看去就看到了4、5家。哇，这边旅店住一晚上比停车费都便宜，一晚上才110块人民币。这边停车费1个小时33块人民币，那他停14个小时要462块钱。这边停车场就4个车位啊，它这边停车位都很小啊。找个地方住一晚，看看什么样子啊？2000多块钱，100多人民币。哇，这个楼好窄啊！很多老人他们在这里住，也是110人民币一晚。这个更便宜，已经满房了。很多这种便宜的旅店啊，从这些民宿里面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家，可能每月领一些低保，他们就用这些低保去住这样的民宿。那么随机选一家吧，2250一晚。我们看一看这家怎么样。刚才想入住一个旅馆，结果里面呢，他说不是日本人不可以入住，我们只能再找一家。刚好碰到人，他跟我们讲说，这边的之所以便宜，是给他们当地的那些无业人员去住的，所以很便宜。像我们外国人不能住在这儿，要去住商务酒店，他们这是不接待的。再找一个能接待外国人的，看样子也不行。这里也不接待外国人，估计也是跟那差不多。挺好，大哥帮我们问了一下酒店能不能住，我们几乎每一家酒店都去了，好不容易呢有个稍微贵点，这个让外国人住，但是不会日语不让住。这个大哥人特别好，他也是西安人，知道我是西安人之后呢，就很热情，说你们想进去看看是吧？他就帮我们进去看。很高兴认识你啊，非常巧，就是在路边碰到的。给他们西安给人教书教日语。我不在日本生活，太太是日本。那您太太是经常跟您在中国生活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你觉得里面生活环境怎么样？我刚才看的里头蛮干净的，他只接待男性啊，不接待女性，也不接待这个不会日语的人。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啊。我进去了以后呢，还有个阿姨给我领路，非常认真的跟我说，你看这是洗衣机，这是微波炉，这是烤箱，洗衣机要收钱，微波炉和烤箱是免费的，洗澡是几点到几点，晚上9点半以后就不能再洗了。这个宾馆呢跟一般不一样，你晚上11点之前必须回来，要不然他就锁门了。早上9点之前必须退房。进去以后呢，就门口那半平米可以放鞋放行李，然后在里头全部是榻榻米。他一开门就是床，在上面一层电视机，
还有个冰箱，设备还可以。对我妈就是睡觉五脏俱全。那阿姨说你赶快把空调开，小心中暑。也有空调。有那个房间大概多大？有5平米吧，一间屋全是炕。那一般什么人住这里？60、70岁吧。就我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边有很多流浪汉，他们之前为了建设这个东京，没有给他们上社会保险，大批的这个劳工啊，老了之后没有钱，没有地方住，他们只能住在那个帐篷里，有很多这个低保房。对，但是社会快速发展必然落下这个结果，就属于他们是被牺牲掉的一代人。对，各种原因被牺牲掉了，不发展不行啊，不能因噎废食嘛，是吧？对对。日本人叫无缘社会，无家可归者。因为日本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比我们要早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呢，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就变薄了，变薄了以后就出现了很多独身者，不结婚有，但是年轻的时候很自由，但是人上点岁数了，又缺少家庭的依托，缺少家庭依托的时候，你再遇到一些事儿，就缺少帮助，缺少帮助就很容易什么呢？成为流浪者。再加上后来他收入也不行了，就从日本人在90年代的时候经济不是崩了一次是吧？我们国内老说个词儿卷嘛是吧？其实日本人早比我们开始卷了。啊，他们已经卷的不能再卷了很多年了。啊，现在是卷不过了，所以他们不卷。对对，现在日本人躺平的挺多的，现在有点那种产业空心化，就是90年代的时候开始把工厂什么往外迁嘛。日本现在服务业确实很发达，但是在制造业上你发现在国内没有什么。就这边工资收入怎么样啊？你比如说干那个养老院的工作是吧？他们一个月工资能挣个20万左右，1万人民币左右。我们比如说这边理发的话，就可以达到国内的10倍。您觉得在这个日本生活和在国内生活有什么区别？我中国很大，我们很好，什么景观都有。现在发展程度相当的时候，你再回来看，其实我觉得国内更丰富。哎，对，你看咱们国内支付是扫码是吧？对。日本是什么呢？发展的是那种自动找钱机。你在国内生活，然后你到这儿来生活以后，你得再多次把钱包拿出来。在国内已经不用钱包了，它这个街上都没什么垃圾桶。我有时候拿个瓶子，可能喝完水了，要走1天才能找到垃圾桶扔垃圾。我跟好多日本人聊过，我说你们这街上怎么没垃圾桶？他说不能搁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有些人会把他们家的垃圾拿出来往里头倒。我说那不很正常吗？垃圾倒垃圾桶。他说你不知道，是特别脏的那种垃圾。就是说日本人不让扔垃圾这个习惯也是管出来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人素质不好，而是有很多规范要求，很多罚款。你没去过日本山里头？日本不是那些家电什么不好处理吗？我去登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搁个冰箱彩电，不是怎么回事？他说这是没素质的人偷偷扔到这儿了。哦，因为他处理的时候要有钱，什么人都哪儿都有好人，哪儿都有坏人，就是对，是的。像日本那现在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吧？去下边的小城市看看，他们是弯着腰拄着拐棍的。好，那最后表示感谢，客气，感谢。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公共储物空间，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会把自己重要的物品存在这里。小柜子放1天是200日元，1个月1000日元；中型柜子1个月1500日元。这里有警告，没钱续费也得把钥匙还回来。哇，这是行李箱扔外面。会贴严禁住户以外的人去倾倒垃圾，如果发现有外部垃圾带进来，被抓住属于非法倾倒，是犯罪。这是这边房价，看这张纸贴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啊，在日本东京折人民币，这个租房1个月是3500。长发剪要4200，要200块钱人民币。听说日本特别容易丢的东西就是自行车，这还有专门的警示牌呢。这边自行车店很多，大部分出行还是靠自行车。这边加油站8块多1升油。这个日本也开始对性别产生了很多想法，认为性别应该多样。我们在这边待了1天，发现大街上的商铺基本都是关门的状态，想找个吃饭的地方都不容易。很多店铺看起来很久没有租出去了。大街上的年轻人很少见，能看见一些老年人，他们在路上推的婴儿车里面是宠物，却很少看见小孩。正好在肋桥牌子旁边看到一个餐厅，这一碗面是1050块钱，还可以用某宝支付，价值50块的凉面。里面的配菜就是一些肉末加上一些生菜。怎么样？什么表情？冰牙。冰那么凉啊？日本这边水都是加冰的，然后面也都是冰的，它是有点辣，有一种武汉热干面的那种麻酱的味道，味道还可以，面还挺筋道的。我这个1100日元，味增拉面。这口劲烤不错，还挺香。我就说这个面怎么一股泰式的风味，很辣。原来这里的员工都是泰国人。2碗面113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个胶囊酒店，在机场旁边，我们去看看怎么个事儿。那胶囊酒店也没法睡2个人，岂不是要分居？
那你要是跑到女生那边住，会把你轰出来，直接抓走你。这个交响酒店呢很小，我以为不太贵，结果呢比机场周边的普通酒店还要贵，2个人600多人民币。这里男女是分开的，规矩也比普通酒店多，除了不让抽烟和带宠物，也不能在里面吃饭、喝饮料、打电话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物品，丢了是不负责的。他还发了2份囚徒，不是那个睡衣。一进来很像东北洗浴中心存衣服的地方，洗澡都是一排排的单间儿。进来之后，这个洗澡的地方还是挺大的啊。这边是放东西，包里面给了一件裙子，还有浴巾，还有一个牙刷。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这边洗澡啊！看一下，沐浴露什么也都有。用完的浴巾就可以扔到这里面，让它回收掉。这边也有吹风机可以用。这边是洗漱的地方，后面是一排排厕所。这厕所还挺高，这是一个智能马桶。你用之前得先用纸和这个消毒液把这个马桶圈擦一遍才能用。日本大多数的这个公共洗手间都这个样子。厕所里还有音乐按钮，可以掩盖上厕所时发出的各种声音。男女两边的布局都一样，好像太空舱。这就是我的床位。目之所及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超级小，但是床挺长的，大概有2米长。前面就这么一个帘子挡着。他发的这个衣服还是个裙子，还有新的，容易走光。这个地方宽半米，高不到1米，长是挺长的，2米多。躺下就是这样，很科幻感的棺材。这边隔音效果特别差，打呼噜人特别多，然后就隔着一个这个帘子，它这个还得拧一下才能插进去。这是一个换气的孔，是一个烟雾感应器，旁边还有音箱，这两边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。有个同学跟我说住着很有安全感，可能女生那边没有这么多打呼噜的。朋友们，你们睡了吗？我伴着这个呼噜声，已经凌晨2点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关注一波，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，一直和大家云旅游。